你看这个。 看来是喜欢来过了。哎，你们说啊，如果要是让阿爽知道了咱们这纯男性的圣洁之地被咱们三嫂给染指了，他会不会写不出程序来啊？那必须会呀！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他，就是这个家伙害得我们一直单身。老三，真乙的人就再没找过我。哎，你说他是不是知道我和你以身相许的事儿？哎呦喂，大哥，你这不会说成语，咱能不能不说了呀？我真怀疑了，你这怎么考上清大的？当然是靠这儿。真宇没有后续动作，是因为风腾介入了。啊，他们这么容易就退缩了呀？真没劲！我还期待老三对真一做点什么呢。手游方面，风腾给的反馈确实不错，明年过去，应该就有明确的消息。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争取拿下《新倩女幽魂》的开发权。之前三嫂把视频给卖了，换成了零售给我们。风腾好像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如果我们用这个跟他们谈的话，会不会更好合作一点？这不是决定性的创意，左右不了风腾的决定。抢金这个玩法可以设计得很复杂、很有趣，这需要更大的引擎来支持，更能凸显我们的优势。我没有准备，真意没有。 当然，顺便能让微微高兴一下。Oh my god！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原来这个才是主要原因。这次去风腾公司啊，一定要把新千女幽魂的开发权给我拿下，不惜一切代价。好的，任总，您请放心，我们的研发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有100%的把握拿下这个项目。不过，我听说好像智一科技那边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什么？就那几个毛头小子啊？对，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这次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赶紧准备点礼物给风腾公司的王总送去。私底下把回馈提高一点也没问题。好，这个项目赚钱是次要的。 最关键的是要借风城科技的渠道，让我们在游戏行业提高一个台阶，扩大公司的影响力。我想等这个合作一宣布，公司的股价一定上涨，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回来了。好的，陈总。哎，曾少强，我让你到公司是来学习的，不是让你来玩手机的。你看你。 你还没你妹妹懂事。哎呀，我都听着呢，不就新倩女幽魂开发吗？公司要拿下这个项目，就能扩大影响，股票涨了就减持，有什么不懂的呀？你看你胡说八道！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明晚风腾有个非常重要的酒会，各行各业的老大都会来，你得跟我去认认人。爸，我明天还要考试呢，下回再说吧。 真不懂肖奈，难道毅然没有被微微优秀吗？才貌双全，而且更早认识肖奈，这不是认识早晚的问题，毅然就是太单纯了，没有被微微那么有手段。你呀，就是被你舍友连累的，走了好多弯路。那我还能回正道吗？可以啊。 不过不是让你主动出击，而是用你的气质和美丽吸引他来主动追逐你，
这才是正道。以前你舍友说的那些追着跑啊，那都太 low 了，根本就不适合你。你要清楚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千金大小姐，可不是贝微微这种普通女孩。有道理啊，依然，不如你听听艾香奈儿的建议。去参加风腾的酒会吧，利用一切可以和香奈见面接触的机会。记住啊，做你自己，展现你的优秀。千万不要主动，他会注意到你的。9点的航班，你还来学校吃早饭？现在都7点了。学校的早餐好吃。可是你就要毕业了，以后就吃不到了，饭卡会被没收的。还有你的。那我要是不借给你呢？那我只能啃老了。我父母的卡。连啃老都这么坦然。我今天有肖教授的课，本学期最后一节。那个，他知不知道我们的事儿啊？哦。哦是什么意思？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哎，今天交论文，他会不会来啊？本来不会，现在会了。那就是知道了。哎，早知道让你帮我看看论文了，写的不好会不会扣印象分啊？其实这件事很简单，你不用这么紧张。怎么呢？你只要假装不认识他。跟我们吃饭，你也不用叹气吧？我没有，我是在想，人这么多，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菜？薇薇，你和大神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见家长啊，这么快？哎呀，开玩笑的，才认识1个星期，怎么可能这么快？我是指今天刚上完肖教授的课。你们认识2个小时就确定关系了，按这速度，认识1个星期见家长也不奇怪呀。没有见家长，哎呀，真的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开玩笑啊？不可能吧？难道肖大神改变策略，放慢脚步了？打算来一招温水煮青蛙？一定是想跟薇薇来次爱情长跑，好浪漫啊！才是青蛙呢！来嘛，肯定是这样啊！先大火慢烧，再小火慢煮，迟早把你这只青蛙吃了。我估计大神的战略是这样：先来一手闪电战，现在是在玩渗透战。薇薇，你们什么时候能持久战呀？对，先是狂风骤雨，让你摸不着方向；然后是和风细雨，让你晕头转向。最后再来个什么雨呢？巫山云雨。持久战呀，持久战，持久呀，持久，持久。哎，三嫂，
我莫扎他呀。莫扎他？哎，对对对，是我。不是吧？那刚刚我们讨论的事情，他全部都听见了，丢大了！而且，他不是说自己比煤球还黑吗？原来是美人师兄啊！哎！幸会。小林脱口秀的时间又到了。楚木兰，我喜欢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什么？原来你是女的？有那么好笑吗？你说点思思能听懂的行吗？你老婆调戏我。好好被调戏，我不介意。这真是夫唱妇随啊！看我不报这个仇的！哼！我以为你是为了手游的项目来的，没想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你们对心切女的开发也有兴趣？目前而言，手游在玩法和表现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自然不会止步于手游，我们的引擎也是为端游服务的。我们风腾科技战略调整，切女的主力团队已经调往了新型市场，只剩了一些维护的人员。原本我们已经不打算推出新切女，但是玩家特别希望我们推出新的版本。对于新切女，我们也是宁缺毋滥的。既然你们的引擎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我希望你在3个月之内，给我一个能够体现你们技术力量的 demo， 以及更为详细的策划案、开发周期和资金预算报表。这个不算为难你吧？这么短的时间，不算不为难。不过，我们乐于接受挑战。好，那我们拭目以待。至于手游方面，我希望风腾是独家经营，如果可以，流水分成再加上5个点，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我非常信赖风腾的渠道，更欣赏的是风腾开放式的合作态度，可以让每一个合作者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如果再加上风腾 S 加级别的资源推广呢？1年独家渠道，手游的寿命最多也就1年吧，你这个条款毫无意义啊。我对我们产品的寿命有信心。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尽快安排下去，走签约流程。时间不早了，酒会马上开始，那我们出发吧。我给你引荐一下我们风总。谢王总，请。喂，来，喂，师妹。不是老三的电话，是不是特别的失望？唉，是啊，我好失望啊，我挂了。哎，别，师妹，
那个，赶紧上线给我们发零售啊！现在不行，等我复习完吧。再说，你们这样打扰一个考生是不道德的。哎，薇师妹，老三回来让老三给你复习。他本来就在帮我复习啊。那太好了，有比人爱秀一点。哎，薇师妹，那这样，我们祝你复习成功啊，就不打扰你了啊，记得帮我们发零售哦。好吧，那你们在我和奈何的家里等着。不知道大神工作谈得怎么样了？啊，不想了，专心复习。好，你说。好的。行，我有数了。你老婆欺负我，可老婆在，你们玩得很开心啊。好的，我知道了。刚刚得到消息，真意科技的甄总也来参加酒会，他们对心切女似乎也是志在必得。听说你们跟甄总之间似乎有些隔阂。大家都是同行，甄总是前辈，有机会交流一下，是我的荣幸。那就好，年轻人好气度。凤小姐，你的服饰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及时叫我们。依然，你快点。知道了，再等我15分钟。甄总，时间差不多了。啊。依然，我们先下去了，待会儿你自己下来。3楼宴会厅啊。知道了，舅舅，你们先去吧。
肖总，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丰腾科技主管倩女的产品总监何总，小何，这是智一科技的肖奈肖总。何总，肖总，我们新签的那个手游啊，就是由他们团队开发的，你们俩以后啊可以好好沟通。而且我告诉你，肖总有意竞争新倩女的项目开发。哦，肖总这么年轻，让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我们王总还是很喜欢提拔年轻人。昨天我和那个王总聊过，情况不是十分理想。他这个人好像不太懂得变通。很多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原来的项目经理就很重要。试着找找其他人。行，那我一会儿去找那个何总聊聊。不用待会儿，我们现在就过去。好。王总、何总，哟，甄总，您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来的时候我可没看见您啊。哎呀，王总，你可是火眼金睛啊！我稍微迟到了一会儿都能被你发觉啊。嘿，这位不是质疑的肖总吗？真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也能碰到你。我听说你的手游跟王总已经达成了合作。甄总消息很灵通。哎呀，这一合作就今非昔比了，就不是当初那个300万就能买下的团队了。300万。甄总在业内一向以豪迈闻名，我们初出茅庐，被甄总的出手吓到，生怕辜负，所以没有达成合作。小何，你先招呼一下，我带肖总去见见我们封总。请。Excuse me. 封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智一科技的肖奈肖总，庆大计算机系的高材生。肖总，我们封总。封总，久仰。肖总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很多。是啊，起初我还担心肖总太过年轻，没想到无论是手游还是新倩女的策划案，都让我刮目相看。而且肖总在系统安全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么说，肖总对新倩女的开发也有兴趣？《倩女幽魂》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游戏，我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我的夫人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对这个项目非常关心。最近有几个计划案，我觉得不太满意，很期待你让我耳目一新。应该不会让你失望。那我就恭候了。喂喂，我们回来了。怎么累成这样啊？你是不知道，这不临近期末考试了吗？图书馆人满为患，作业都要靠抢的，而且一整天复习下来，腰酸胳膊也疼。还是你好，留在宿舍复习，不用抢座位，也不用人挤人。你们都去图书馆了，宿舍就留给我了。要不是宿舍的床对我消耗力太大，我才不去那边。你复习的怎么样了？今天的计划完成差不多了，还挺有效率的。哎呦！怎么还不来呢？我来了。哎呀，三嫂，你终于出现了，等得我花儿都谢了。久等久等，我这就把零售给你们。
不是三嫂，为什么我的宠物是公的呀？抱歉啊，我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唉，人生好无趣，宠物都是公的，比不上老三呀。现在在上海参加酒会，美酒在手，美人环绕。哎，三嫂，不要生气，回来我们帮你教育他。我没有生气啊，我很欣慰。愚公这次的成语都没有用错。我去，我就没有用成语好不好？对你要求不能太高，4个字的就算成语了。其实成语这个事情啊，是因为我儿童时期有心理阴影。你这心理阴影跟心理变态有什么区别？哎呀，哎呀，哎呀！愚公移山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吧？是讲一个老头带领全家人民每天把那么一点点的坑。刚好知道，不用解释了。啊，你知道就好。我不是叫愚半山吗？所以总把它说成愚公搬山，就因为这个成语啊，被语文老师体罚了很多次。你阴影怎么比我释放有害气体还简单？哎呦喂，认识你这么久，原来你脑残是从幼年开始的呀。我厚道，我什么也不说。三嫂，你真放心老三啊？上海那个花花世界，酒会那个波涛汹涌，他不是去丰腾谈合作了吗？三嫂，这你也知道？早上和他吃饭来着。我去，这个他都来汇报。哎，我来。三嫂，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好好谈合作，为什么忽然要去酒会呢？其中必有美人计。嘿嘿，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老三的老婆本就有了。老婆本要这么多？人家要娶戏花儿，戏花儿。没办法，大神没理想，不想嫁富婆。不是我。思思，你这回买的这个坚果巨好吃，回头我也在网上买点儿。想吃就吃吧，别找借口。哪一次我们买零食不是蹭吃蹭喝的呀？还是你了解我，那我就不客气了。薇薇，你快点上学校论坛。怎么了？快点！什么鬼啊！这是！劲爆！本校著名才女挑战绯闻美女，激动啊！今天无意逛到本校才女的微博，发现了一篇新鲜的博文。我其实只是随便看看，谁知这一看就激动了，越看越激动，于是拿来跟大家共享。这艾香奈儿谁啊？居然说大神喜欢我们微微是因为看上微微的身材，而且语气极度自恋，恶心死我了！你居然不知道她，艾香奈儿，才女，学校知名人士，喜欢写一些咖啡啊、音乐啊、香水什么的，时尚杂志上还有她的专栏呢。什么才女啊，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这个 C 君又是谁啊？这还用问吗？你没看回帖啊？肯定是孟毅然啊！
如果智一的引擎真的能做到全局光照，那么我们游戏的视觉效果将会是质的飞跃。技术方面的事情我不太懂，肖总，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所在的宴会厅灯火通明，风总更是光彩熠熠。不过风总身上的光，却不仅仅来自吊灯的光源，还有无数的物体对灯光的反射。我们的引擎能够尽可能追踪光线，模拟真实的光照环境。啊，风总，时代科技的赵总好像一直在找你。那我们赶紧过去吧。嗯。肖总，什么时候离开上海？明天下午的飞机。啊，那如果明天早上有空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喝杯茶。不谈技术，乐意之至。毅然，你记住，做你自己，保持微笑。失陪一下。这个安香奈儿估计是孟依然的朋友。哼，这种女人大概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应该围着她转，爱着她，不爱她那就是肤浅好色，不懂内涵。切！我们把薇薇的成绩单贴上去，羞死她。对，不用理她，丢人的又不是我。薇薇，你是不是生气啦？人家夸我有才有貌，我生什么气啊？人家哪夸你了呀？人家明明是骂你没脑子，好吗？身材也是才啊。再说了，大脑这种东西要在同一个水平上才能互相承认。薇薇，你好毒啊！这算什么？按照愚公的话说，这连大神的9牛1毛都不到呢。哼！薇薇呀，你真的是34岁吧？别想出来！哎，那个白裙子什么来头？好像对我有点意思。一会儿过去聊2句，一起出去玩玩呗。你别老毛病又犯了，上回的事情还没摆平呢，别再闹出事儿了。丰腾酒会一般闲杂人很少，别惹事。想多了吧你？我看他就是过来钓凯子的，又不是什么女强人，啊，又是一个人过来，会是什么人？哎，他朝我怎么过来？孟小姐，你的舅舅，真义科技的甄总，在找你。相信自己，你的魅力足以让肖奈主动跟你说话。香香，你说的对，我成功了。原来是真义科技甄总的外甥女，看吧，早让你收敛一点。走。你老婆又欺负我。看来我不在，你和愚公他们玩得很开心。没有没有，我一直在认真的复习，就上线几分钟，给他们发了下零售。那我为什么一直接到告状短信？告状？难道不该是表扬吗？明明送他们毕业礼物来着，下次上去揍他们。微微，我是说 PK。
以后少跟他们混，都被带坏了。要打人不用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其实我是被你带坏的吧？很高兴作为你的榜样。那个，时间紧迫，我要抓紧去复习了啊！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好，拜拜。唉。什么新料了吧？求黑掉论坛。微微，你的意念太强了，艾香奈儿的微博被黑掉了。这一定是咱们系男生干的，太有爱了，够爷们儿。干得好，这才是计算机系解决问题该有的方式嘛。喂，别担心啊。这几天过了，就没人记得这事儿。微微，这事儿是不是你家大神做的？绝对不是，他从来不做这么直接的事儿。麻烦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能不要用这么崇拜的语气吗？哦，对了，微微，你家大神对这事儿什么反应？我没说啊。你跟那儿打那么久电话，你居然没说这事儿？唉，一接电话就忘记了，而且大神很忙的，这点小事儿就别告诉他了。哎，不是大神，到底是谁这么能干？我简直爱死他了！大神很忙的，很忙的。手好酸啊！大爷，来了，手劲合适吗？大爷，轻点。哦，口渴？有，口渴。来，舒服吗，大爷？还行吧。哎，等老三回来啊，我要狠敲他一顿。这老三不在，就得老子上了。哎呦喂，敢欺负咱计算机系的姑娘，哼！就是，敢说我们三嫂没脑子，这她那奖学金比我都多。哎，要我说呀，这事儿咱就别跟老三说了啊，他在上海估计也挺忙的。再说了，事儿反正都已经搞定了，而且咱们学校新闻的更新速度，哎，最多2天，这事儿就过去了。微微，你回来啦！论坛又有什么新八卦了吗？啊，没有，就是刚刚肖大婶来电话了，她回来了。哎，微微，刚才跟肖大婶通电话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把我深深埋藏在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你说什么了？我说，他怎么还不请我们吃饭呀？你太无耻了！那还有更无耻的怎么办呀？你说。我说，那择日不如撞日，反正明天不用考试，干脆就今天吧。你不怕拉肚子了？小馋猫，小馋猫，肯定是快递。昨天10点我在唯品会上抢的单，到货时间刚刚好。你好，田思思在吗？啊，我就是。来，你的快递。啊，谢谢。多少钱买的？260，这可是正品特卖，商场专柜有好多钱呢，网上5、3折，划算吧？
不过不是上次那条，但是我觉着这条更好看，品质更好。不错不错，款式比上次那件更大方保守。良家妇女会喜欢的，是吧？这条裙子不会是？没错，就是送你的。我们不是吃白饭的人，大神请我们吃饭，我们无以为报，送你条裙子了。上次小莲家大钟请我们吃饭，我们也送情侣睡衣了呢。这么雷的事儿能不能不提？期末了，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这是我们吃榨菜省下来的钱，所以你今天一定得穿。微微，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刚才堵车，会晚一点到学校。你还在车上呢？几点下的飞机啊？3点半。那要不今天晚上就……微微，这种事你应该早点提醒我。小董，合同里面关于游戏注册权这块的约定，我看一下。好。好了，一会儿再说，我先挂了。拜拜。大神这是在怪我没早点告诉他要请我们宿舍里的人吃饭吗？裙子拿来。水滴在我的外套，思念浸透我的衣角。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出现的刚刚好。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们有什么想去的餐厅吗？哎呀，又坐大神的车了，大神的车果然不一样。怎么个不一般呀？这车跑起来又快又稳，当然不一般啦。那是，这是 Jeep 自由光，它有 Selectoring 路况自选模式，肯定稳了。啊？什么沙拉？听起来好高端的样子啊！自己悟去吧。阿喜，你这么讨好大神，不会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吧？哎呀你，有啊，那个法国餐厅。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新的餐厅，今天开业。不行，我不要去。再说了，你们不也号称死忠中国胃，不爱吃西餐吗？去嘛去嘛。就是啊，微微，偶尔也换换口味嘛。可是，微微，我们主随客便吧。对呀，主人随客人的便，对吧？师兄，我理解的对吗？聪明。那个地方在哪儿？中山南路658号。那，这是给你的，香奈儿5号。谢谢。他好像
不知道论坛的事情，反正我微博也被黑了，论坛帖子也被删了，应该也不会有人这么不长眼跟他提这个事情吧？就当没这个事吧。真是失策，谁那么八婆把我长微博转出去？情况到底怎么样？香香，你真是太厉害了，全都被你说对了。我只要做自己，然后保持微笑，肖奈他就主动跟我说话了。你们先下车，我停好车过来。我陪你一起去吧。微微，总要留下个主人招待客人。快点，快点，走。快点。哎，真的在？钱没白花呀，咱们。喂喂，你看餐厅里面靠近柱子那一桌。他们怎么也来了呀？难道是来吃饭的？孟毅然旁边那女的会不会就是艾香奈儿啊？我看多半就是她了，长得就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会在这吃饭啊？其实我也不确定了。他微博还没被黑的时候，我去逛他微博，发现他说这家餐厅今天开业，我就在想，搞不好他会来，就试试呗。你们想干嘛呀？切，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就已经赢了，好不好？一点都不喜欢这样，仿佛把大神当成了反击和炫耀的工具一般，而且还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薇薇，你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什么临阵脱逃？我什么时候要打仗了？明明是来聚餐的，被你们这样一搞，连单纯的聚餐都变得不单纯了。算了，就当他们不存在吧。反正只是同一家餐厅吃饭而已嘛。嗯，一会儿你们给我多吃饭，少说话，听见没有？也不准多吃。哎，师兄，你看你家薇薇。哪有你这样招待客人的？师兄，薇薇这么一说，我们一会儿都不敢点了。没关系，我的钱包暂时还不归微微管。那我们要趁现在多吃点儿，到时候微微管师兄钱包了，我们就连咸菜也吃不上了。快走！慢慢来嘛，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谁叫你之前用错了方式呢？大神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一下飞机就开车过来呢？他肯定以为这是一场单纯的聚餐吧？哪里会想到有别的目的呢？不要进去了。是啊，我为什么要进去？为什么要为了面子去吃？为什么要为了气别人、打击别人去吃呢？这么好的时间，难道不应该安安静静的和朋友、和他一起好好吃顿饭吗？我不喜欢这儿，换一家餐厅吧。好，我去开车。麻烦了。如果不好意思的话，就和我一起去。
你快去快回，这里总要留一个主人吧。你们不会怪我吧？不会啦，不想吃就不吃嘛。你也没怪我们瞒着你搞这些啊，反正也在他们面前混过了，我满足了。薇薇，其实你不用介意他们呀。倒不是介意，如果这是一家水煮鱼店，我本来就打算来吃，那就算里面有10个爱香奈儿，我也会进去吃。可这是一家法国餐厅，你们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干嘛为了其他勉强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呢？完全不值得吗？搞不好还会消化不良，而且最重要的是，居然还要提供大神的美色，亏本生意啊！好了，我了解了，你就是想吃水煮鱼，基本上就是这样，没错。可是就这么走了，很半途而废啊！过犹不及，场外解决比场内肉搏强多了。而且小玲啊，对于潜藏的敌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从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事情来看，咱们的战术还是有效果的。显然，香奈要比之前更关注你。其实，什么？据我所知，香奈之前没谈过什么恋爱，所以你不是他第1任女朋友，反而是件好事儿。男人嘛，总要经历些什么，才知道什么更适合他。是这样吗？那当然了，你见过几对初恋结婚的？又是娜娜。毅然，你不要信那个爱香奈儿，她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拿你博话题、博眼球，你被利用了。菜单。哎呀，我一定要把水煮鱼吃出法国菜的价格来。请问各位吃点什么呢？我们的水煮鱼现杀现做，味道特别好。都有什么鱼啊？黑鱼今天特别推荐。好，那来一个8斤的黑鱼。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没这么大的鱼，2条3、4斤的可以吧？3斤还是4斤啊？二喜，你陪我去下洗手间呗。哎呀，又不是小学生，去个洗手间也要我陪。二喜，你们现在代表我的形象，知道吗？难道要让大神觉得我是个吃货？可是是我点的菜呀，大神只会觉得我是个吃货呀。物以类聚，懂不懂？大神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怎么办？关于胃容量这件事情，不能彻底曝光。那7斤半，7斤2两，不能再少了。4斤，5斤，6斤，真的不能再多了。你这还没过门呢，就这样。你们要是结婚了，我们不得喝粥了呀？谁结婚了？各位请稍等。哎，点好了呀？几斤呀？这么不小心啊？我是说水煮鱼不要点太多了，最多6斤，我们胃小。多一点都吃不掉。可是我们已经点好了8斤。那怎么办呀？吃不掉就浪费了。
大神还帮我们点了麻辣小龙虾，5斤。这么多呀？放心，我是了解过你的胃口才点的。怎么了解的？我们就说上次聚餐你一个人把1盘鸡翅全吃了。最近考试消耗有点大。我相信你的实力。谁有这种信任啊？8斤水煮鱼，5斤小龙虾，你当喂猪吗？哎，来，点酒了，我们喝一个吧。哎，今天大神开车，不能喝酒。大神开车不能喝，那你又没开，你们家至少得输一个。敬杯！好啦，来，哎，微微，你喝太慢了，来嘛，喝不下了。谢谢。这个龙虾也太好吃了吧！微微，做什么？不做什么，只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难得一见，所以停下来多看一会儿。为什么不去法国餐厅？前2天，有人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个帖子，说我只有外表什么的。继续说。差不多就这样了。他们今天在那家餐厅吃饭，二喜之前知道了，所以才去那里的。名字？艾香奈儿。还有呢？还有的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说孟毅然啊？毕竟只是猜测。万一不是他，岂不是污蔑人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算了，你自己到网上去看吧。不过不要发言，随他去吧。我觉得我也没受到什么伤害，而且艾香奈儿也够难看的了。随他们去，我恐怕没这个度量。你真生气啦？我其实没关系的。一开始是会在意，但是后来我试着把这些话当成我上进的动力。不过现在这些无聊的东西连当我的动力都不够格了。我现在的动力是你。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不要一直停在这儿，快回去吧。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你不用送我到楼下了，我自己走过去就好了。车停我家楼下，我送你回去。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
无尽的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花。绕了这么多圈儿，再绕几段，水煮鱼估计都可以消化了。考完试和我室友一起吃个饭吧。啊？哦。不想？不是，只是一直觉得自己和大神的状态应该是准备恋爱的阶段，可被室友这么一搞，好像名分突然就定了，好没真实感啊！而且他是肖奈啊，只是有点不真实。本来不想这么快的，这样真实了吗？江湖传言，有一男子在宿舍楼偶遇肖奈，他便冲上去抓住肖奈问：“你对那个论坛上的事怎么看的呀？”有总比没有好。那么问题来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呀？这6个字乍一听好像没什么，可是仔细一想，真是又毒又辣，尤其对女生来说，真是越想越毒啊。所以说，爱香奈儿和孟非君是怎么没有呀？作为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你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爱香奈儿之所以只攻击我们家薇薇，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吧？难道这是真相？必须的。薇薇，你家大神怎么知道你有啊？难道他抱过来？哎呀，我受不了这个，面膜要掉了！哎呀，好烂！不关心你的身材了，可是事已至此，你总得告诉我们是不是抱过来。我想了一想，还是留个悬念给你吧。肯定抱过。